这是我朋友之前安装的路由器，他觉得网络非常卡。我看这路由器有些年头了，于是让他换了一个小米路由，但换了以后他觉得还是非常卡，这就让我有点纳闷了。他店里人并不多，这种路由的卡的话，看来那边网络有问题了。那我们就过去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什么鬼？那个网络真的很卡的，你连一下。你不是换过了吗？就是换过一样东西啊。哪个 WiFi？ 你不看见我测速吗？我是发给你吗？先连上去吧。你看见前2天、头2天、反正就今天好了一点点。这边我手机连上 WiFi 测了下网速，确实有点不对劲了。我现场了解到，它的路由器是装在上面隔层的，所以我怀疑是不是隔层把信号遮挡的缘故。于是我就看了下手机的连接速率，速率可以啊，速率1000多，但是测速怎么这么惨？速率已经排除了信号差的问题，我这边在测速试了下，发现仍旧是几十兆的网络。哇，你这个测速这么惨啊？拿电脑吧。看来他这边网络确实有点问题了。我正准备拿电脑出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的时候，老板却和我说有线网络就出奇的好。有线的很好，有线的这里有条线，从上面拉下来的，这里也拉一条，有线的很好。有时候客户的话你只能信一半，一般无线衰减成这样，有线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索性我就拿电脑给他，让他接上网线，看看有线网络到底怎么样。插上去先，我看他修了一下。我那天装上去，我那朋友过来弄，刚弄的头1天很好咯，能插上去头1天很好咯。你这个1000，你这个可以啊。这边显示1000兆的速率，说明网线没有什么问题。于是我就测速试了下，看下有线网络正不正常。不行啊，红牛你喝下。插网线也不行啊。它就是时好时不好啊。时好时不好。对啊。大伙看到了吧？客户的话你只能信一半。这边测速网速换算下来也就126兆，后面几次测速网速也差不多，那只能去路由器那边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这个掉不下去吧？掉不掉？我看看我测一下速，看看怎么样。有问题啊，问题很大。这是我头一回见过这么惨的。不过它99跑到900多99跑到900多。直接接路由器上网速还是如此的差，这种情况就要检查光猫的网速了。你知道宽带账号密码不？宽带账号密码？由于他不知道宽带账号密码，我就通过 IP-fake 命令查到了路由器是1网段的。我打算进入后台拿宽带账号密码的时候，却意外的进入了光猫的后台。不对，怎么进了这里面？那个是31。我为什么进了电信里面了 ？IPv4，我进电信里面了，但是我电脑插的是……你这个不会没有工作吧？可能问题出在这里啊！我电脑插路由器上，为什么拿的是光猫的 IP 地址？所以我怀疑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了。我通过 IP-fake 历史来释放电脑目前的 IP 地址，再通过 IP-fake 律钮来重新获取 IP 地址，但电脑始终拿的还是光猫的网段。当时我一直反复的释放和获取，最终在某一次成功的拿到了路由器的 IP。现在拿到了，能上网。我来测一下。可以了。大伙有没有看到，电脑一拿到路由器的 IP， 网速瞬间就上来了。所以我怀疑这是不是出现了什么 bug。当时我马上看了手机 IP， 它这边速率虽然很高，但是它也是1网段的。于是我又测速试了下，测只有50-60兆，配置上出了问题。你看2000多兆的速率，测速居然这么惨。我现在 IP 地址是路由器的31.1，它能测很高。你看，它能测很高。我现在电脑性能不行，一般来说它是可以跑满的。然后我现在再拿下这个地址，我现在释放一下地址，然后再拿下这个地址。拿到这个地址了。
然后我再测速试下，测不上了。你这个地址占了路由器的地址。这种情况我也是头一回遇到，电脑插路由器上，但拿的却是光猫的 IP 地址，而且网速还是极不稳定的。所以当时我就进光猫里面把它的 DHCP 给关了，让其他设备拿不到光猫的 IP。这时候我再看我的手机 IP， 已经变成了路由器的3条网段，于是我就测速试了下，你看吧，它果然又正常了。有时候实战中总是会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故障，虽说不知道是什么原理，但是只要你解决了，经验就更加丰富了。好了，本期维修就到这里了。有对接人不可能说怎么了？修网的，网络的有啊，内网还是外网的？你们说断网了？电信的吗？就是公司的，然后说这边断网了，然后让我过来。你是哪个公司的？联通的还电信的？我是联通电信，我这边打电话吧。这期接到朋友的委托，来修复这边的网络，我以为他们已经交接好了，结果被这边一问，我也懵了，所以我得和朋友通过电话。人家说哪里断网，人家因为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没个对接人呢、关键这里面这么大，我怎么查，连个对接人都没有，我也不能去动家的，人家内网外网都有，也没一个对接人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当时电话那一头，我朋友也不知道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因为他在其他地方施工，所以就让他的亲戚过来负责了。但他的亲戚昨天弄了一整天，网络还是没有通，所以就让我过来看着修了。我们这边就先看一下这台电脑是什么原因断网的。确实没网。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查下电脑的 IP 地址了。我们 Windows 加R键可以打开运行对话框，然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 cmd 就可以打开命令提示符，然后通过 IP 杠 D 等命令就可以查到电脑 IP 地址。但是我这边敲了下，发现媒体已断开，这就说明电脑没有接任何的网线，所以我得查一下这条线是什么情况。这个面板那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边都不通啊，看看这边什么情况。不会这个面板都没打吧？对一下线先。你这线都不通，我试下。他们说是通的，就转接过来了呀。线已经全部墙里面的线全部都走好了。不通，没打好。你看，东西没打好。1不亮，2亮，3、4、5、6不亮。网线1、2、3、6全部都亮才能联网，它这边1和6不亮，那不是网线断线了，就水龙头没有打好，所以我拿清洁仪去另灯打线，看一下是水龙头问题还是网线出现了断线。磊科的，这条。虽说水泥找到了这条线，但对线的时候让我更加迷惑了。7、6、8、3、4，这线打的。当时我以为是水龙头问题，但是我看了一眼，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。白橙橙，白绿蓝，蓝白绿，白中中。这边打是没问题，那就面板那边打有问题了。再看那其他的。为了避免再跑一趟，索性我就把其他水龙头也检查了一遍，恰好就这么个习惯，果然还真的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水龙头。这个打的不对，白蓝和白绿打反了，就让全部水龙头都检查了一遍，好在只有一个是打错的。当时我这边网络只是简单的水龙头打的不对问题，但他们和我说，全部办公室的电脑压根就没有联网过，所以我用电脑这样加急，看看这边能不能上网。看看能不能上网，上不了。查下 IP， 我一样通过 IP 抗规格命令查到了路由器后台是.0.1，我输入测算地址进了后台，发现路由器压根就没有联网，真的连接。我马上看了下万口配置，发现它是拨号上网，但是没有获取到任何 IP 地址，这种情况就排除了欠费的可能性。当时我怀疑这光猫是不是改成了路由模式，所以我就选择自动获取试了下。可以上网了。果然是光猫修改了工作模式，后面我把它改成了敲接模式，让路由器来拨号，然后再把所有网线都给接了回去。
全部接好以后，我就来到刚才面板这边，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面板打的不对。这个没打错，那就这面板问题了。那边还有个面板，麻烦了，没有打对。按照 B 类打法，3号应该是白绿，但他这边打成了白蓝，所以3号和5号打反了。这边我给他重新打了一遍，以为问题解决了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电脑仍旧是上不了网，还没恢复啊！我又通过命令看了下 IP， 发现电脑压根就没有识别到网线，这让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我打面板的使用退步了，所以我就上群里对线，看一下是哪条不通，结果不对还好，这么一对就让我更加纳闷了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只亮2星呢？刚才是不亮2星，现在是只亮2星。去机房那边看一下吧。来到机房这边，我很快的又找到了那条线，但是对线的时候让我更加纳闷了。往上走啊，这让我越来越模糊了。那边显示断星，这边显示打错，我还真的没遇到这种情况。这边我再次确定了水云头打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我只能去面板那边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我打错了。B 类橙白橙白绿白蓝蓝绿中白中，这个对呀。当时也把我整误会了，我后面拔了面板的跳线，再看了一眼，他这打的也没问题呀，但是一接群讯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，原来是这跳线错了，这给坑的。这边给大伙看一下，他另一头是对的，但这一头居然是打反的。后面我给他换了一条新的跳线，这时候电脑的网络才恢复了过来。终于有网了。面板打错，跳线错，关键来说就整个医院就他这里有网，我差点就信了。你这个已经恢复了，你这个问题很多啊。网线错，然后面板错，我得看一下那边那个。面板也是你们装的呀？是我朋友装的。对，是就是你们公司的人，我也不懂。哦，昨天搬家。你这个几个房间呢？那多了。完了，我就怕全部都是错的。那我不懂了，反正他昨天从早上装到晚上10点。早上装到晚上10点。早上几点？早上晚上9点多，早上他也是早早的7、8点钟就来呀，电线还没来他就来了。装这个装这么久吗？小写啊。唉，行了，我再解决了。后面我挨个检查了他们所有面板，要么打错，要么干脆没打。但是这事总要有人兜底，索性我就花点时间替朋友把这些都给处理完了。本期故障需求不是很难，这恰好是我平常的工作内容。小胡也是希望下一期能遇到一个好素材。好了，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。